我是大小姐的陪嫁丫头。大小姐被柳家世子提了亲，可是听闻柳世子病榻缠身，手无缚鸡之力，于是大小姐派我先去试婚。可我这一去，却是整整3日后才被送回。我趴在床沿边，跪求着道：世子爷，您就饶了奴婢吧。世子爷眉眼平淡，全无半点病气在身。就这，别怕，乖乖，趴好，夹紧了。嬷嬷说着，又重重在我身上拍了一记。小丫头片子，肉倒是紧致，我疼得微微打颤。嬷嬷，您轻些。嬷嬷拔了拔棍子，就这你都受不住，怎么好去伺候柳世子呢？我双腿发抖，汗珠子汇成一片，早浸湿了贴身的肚兜，终是吃不住，跌坐在床铺上。嬷嬷瞧着我坐着的地方，湿成这样，你一丫头竟还能这般娇贵。嬷嬷不将我当回事儿，我不过是乔家大小姐的陪嫁丫头，是以后给姑爷发泄用的，算不得什么台面上的东西。我虽是跟着大小姐，可府上就没下人瞧得上我。前几日，柳家跟我家大小姐提了亲。柳家当年在本朝开朝时立了大功，即便如今没落了，也还是占着个世子的头衔，也算得上是有头有脸的人家。可是如今乔家老家在朝前风光正浓，大小姐被将养的娇惯异常。她听闻柳家世子柳进明终日病榻缠身，行不得夫妻闺房之事时，非要让我先一步去试婚。要是柳进明真不行，大小姐也不用失身，便可找个适当的理由把这亲给退了。可她要是真退了，我这陪嫁丫头也废了。大小姐不管我的死活，在床上缓了片刻，嬷嬷再一次推门进来，她带着人给我清洗，一边又叮嘱了我一遍：大小姐在意这事儿，见着了柳世子，你可得用点心。当夜，我被洗漱干净，坐着一顶小轿摇摇晃晃，由柳家后门进了柳世子的房。柳进明已经上了榻，榻前床帘遮挡，隐约一袭白色内衬衣物，我挪不过去，在榻前跪了身，奴婢给世子爷请安。烛火爆开，片刻才传来他的声音：上来。他声音清透，又带几分慵懒，好似带着叫人窥探的想法。我伸手掀了床帘，薄如蝉的丝绣滑下来，露出我白皙纤瘦的腕骨。一众丫头里，她们都夸我生得好，粗活做了那么多，却是天生的好肤质，活该我给大小姐做陪嫁丫头。床帘后头，柳进明侧躺着，只着了贴身的衣物，隐约可见宽阔的胸膛。她倒是白的，却瞧不出半点虚弱之状，更别说什么常年缠绵病榻之象了。我正要收回目光，手腕一紧，连同人一块被拉着滚上了榻。嬷嬷特意为我准备的衣裳若隐若现，贴上她的身子时，热意瞬间激得我一颤。是睡。柳进明轻巧拨开了我身前的带子，倒是个有趣的法子。披肩一开，大片白色暴露在他的目光下。我握紧了拳，闭上了眼，心跳得极快，可他却迟迟不见有动作。半晌，我大着胆子睁开眼，世子爷。柳进明躺下，道：你是来伺候爷呢，还是要爷伺候你？我这才后知后觉，撑着身子坐起来，咬紧牙翻身，直接坐到了他身上。头回，我被这坚硬惊得险些跳起来。柳进明眉间轻皱，喉咙里发出混音，来不及我逃，他已经伸手一下子扣紧了我的腰。跑什么？烛火摇晃一夜，颤颤巍巍。初次，我实在是怕了。爷，您就饶了奴婢吧。我跪在床沿边上，实在不敢乱动。他问道：饶什么？我泣不成声，泪水蹭着他汗湿的面颊。他始终不为所动。我3日后才被送回了乔府。大小姐乔婉玲急着来问我情况如何，我双腿到现在都还在打颤，声音阴哑，回大小姐：柳世子无碍。她伸手捏紧我的下巴，尖锐的指甲磕进我面颊的皮肤，一脸狐媚子样。我扑通跪下，不敢再言语。怎么去了3日？她继续问。这3日我都没有下榻，却不敢直接告诉乔婉玲，她的性子喜怒无常。我回道：回大小姐，是刘府这几日忙着世子爷的婚事，无人有心思记得奴婢，奴婢这才晚回了。她听了我的话，终于脸色好了些，却也只是任凭我跪着。随后出了门，陪嫁的丫头乔婉玲要挑漂亮的，要防着以后她怀有子嗣后姑爷被其他姨娘勾走，可也要听她话的，往后不敢违背她的。她知道我最听话，对她最是言听计从。我娘将我卖进乔府的时候已经病入膏肓，日日离不得汤药了。乔婉玲知道，她每月给我娘月钱，让她买汤药续命。我要是不听话，她就断了我娘的买药钱。我做了这陪嫁的丫头，照大小姐的性子，她必定不会叫我有个名分，往后我便是老死在姑爷家的命。试婚顺利，乔婉玲也如约与柳进明成了婚。我当日跟着乔婉玲一道进了刘府，前院喜庆声响了1日，我便在喜房门外守了1日。乔婉玲因为在屋子里发了脾气，前头的热闹都压不住里头的声音。她的贴身丫头红渊进出几回，脸上清晰的巴掌印。乔婉玲毒打红渊不少见，她对她院子的丫鬟没一个是好的。至我进乔府起，便被她挑了出来，每日里除了粗活累活，还要提心吊胆她的毒打惩罚。我也瞧见过红渊偷偷哭，可她比我会来事，
总能哄得大小姐高高兴兴。我最笨，大小姐就更不喜欢。好不容易等到热闹结束，柳敬明终于被众人起哄着出现，可他竟一反那日的姿态，坐在了轮椅上。我匆匆一瞥，对上他的目光后，连忙低下头。他至我身边经过，熟悉的味道窜入鼻尖，他轻咬我唇时的画面跳进脑海，我的双腿不自觉变软了。众人离去，柳敬明进了屋，屋子里安静，烛火亮了一夜。第二日一早，柳敬明早早便离开了，我才松了一口气，却被乔婉玲喊进了屋。下件东西，存心骗本小姐是吗？乔婉玲二话不说便扇了我一巴掌。我在外头站了一夜，又一整日没有吃喝，早没了力气，直接摔倒在地。乔婉玲使了眼色，她的贴身丫头过来拧我的大腿。你敢骗大小姐？柳世子明明不行，害得大小姐一夜哭坐，我疼得眼泪直流。大小姐，奴婢真的没有骗您，真的没有。乔婉玲不听我的辩解，命人直接将我锁进了柴房，也不许给吃食。我饿得发晕，夜半隐约听到声音，睁开眼竟然看到了柳敬明。坐上来，我喂你。他打开手里的油皮纸，里头是漂亮的糕点，平日里我是吃不着的。他用骨质分明的手捻起一块，我闻着香味挪到他身旁，他弯腰俯下身，将糕点送到我嘴边，直直盯着我一点点将糕点吃尽，指尖顺势也一道滑进了我的嘴角，翻弄下，我便只能听话吃了尽。我实在是太饿了，想要更多。柳敬明眸光暗下来，一把将我从地下拉起来，坐到他的腿上。他话语暧昧不清，还想要。我盯着他指尖新拿起的糕点，点头，爷，奴婢想要。他轻笑，那就给你。他将糕点放在我的嘴角，指尖不稍时被一块沾湿，口水收不住，便都滑了下来。柳敬明收起笑意，椅子到底还是有些受限，柴火上头电了他的锦袍，我的背还是被磨得火辣辣一片。爷，奴婢还饿，我饿了快2日，2块糕点实在不够。他抱着我，乖，嘴上是哄骗的话。从天黑到日出，我累得实在撑不住，快要哭出声。爷，求求您。柳敬明正要接话，外头突然传来声音，世子也不在吗？我家大小姐找他。乔婉玲来找柳敬明，我吓得身子一下子绷紧。柳敬明闷声，手掌抚上我的背脊，我埋头进他的脖颈。爷，大小姐找您，您就饶了奴婢吧。他未答，我顾不得，张嘴死死咬住了他的肩头。外头又传来说话声，奴才不晓得世子爷的去向。你胡说，你是世子爷的贴身小厮，你在这里，世子爷怎会不在？大小姐，他说他不知道世子爷的去向。乔婉玲也过来了，我紧张的全身都僵住了。柳敬明皱了眉，你要爷如何？他带了些脾气，发了狠，我止不住喊出声。外头乔婉玲的声音传来，什么声音？大小姐，好像是柴房传出来的声音。乔婉玲道确实，走，去瞧瞧那个死丫头死了没。听到乔婉玲要过来，我更是紧张。爷，求您，我低声祈求，只能往他怀里躲。眼见着脚步声越来越近，声音也越发压不住，要是被乔婉玲瞧见，她必定会要了我的命。我眼泪直流，牙齿快要咬破下唇。乔婉玲的声音就在门外，去开门。我抱紧了柳敬明，再无处可躲。柳敬明斜眼过来看我，粗喘的气息都喷进我的脖颈，他嘴角带笑，伸手托住了我的后脑，放松些。乔婉玲就在外头指挥着人开门，我如何能放松得下来？这门怎么锁住了？乔婉玲到柴房锁门，怕不是这件丫头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。你去把门砸开。砸门声一下子传来，我惊得脚趾头都直直勾紧，门锁被砸落，哐当一声，我被吓得冷汗直冒，全身发抖。正当以为他们要推门进来的时候，外头又传来说话声，夫人，老夫人到处找您，说找您有要事商量。乔婉玲似有些不甘心道知道了。外头的脚步声这才渐渐远了，认真些。柳敬明抬手拍了拍我的脸，你这样，爷都被你搞紧张了。我被这一惊，早吓得丢了魂，眼泪如何都收不住。柳敬明稍稍失了耐心，翻过我的身子，压紧了我的肩头。这一日到日上3竿，柳敬明才离开。隔了1日，乔婉玲叫人将我放了出来，不是因为她轻易饶了我，是因为刘老爷要过寿，老夫人慈悲，要免了家里所有下人的责。老夫人要让乔婉玲操办这场寿宴，也是对她这个新媳妇儿的肯定。乔婉玲刚来刘府，除了我和红渊，她也信不过其他人，她还得让我帮着她操办。她在乔家时不主事，更不晓得如何办寿宴，特意传信给乔家老夫人，要老夫人偷偷派嬷嬷过来筹划宴请彩办，这些后院人都能做的活。乔婉玲偏偏都要我去，几日下来，我腿都跑细了一圈，常常忙得夜里合眼的时间都没有。好不容易熬到寿宴当日，乔婉玲因为要出席，可以不用再盯着我，我实在太累，偷偷躲到了宴会大厅的后厢歇一会儿。隔着屏风我可以看到乔婉玲，就怕她突然又找我，我才松了一口气，背脊却突然被人压住。我回头，世子爷。柳敬明轻笑，
这么大声，又不怕被听见了，我自然是怕极了。这里比柴房还要容易被人发现，外头是热闹的喜宴，这后厢的隔间随时都有人会进来。我想要躲开，身后的柳进明却压得更紧，他手掌翻动之下，我的大腿袭来凉意，裙子落下，这才将将遮了些羞眼。爷，别在这里，奴婢，那要在哪里？他问我，湿热气息划过耳骨，直往里钻。我回不了他的话，眼睛直直观察着外头的乔婉玲，我到底没忍住，喊出了声。外头的乔婉玲像是听到了似的，交谈间隙回过头来，好似在寻找什么，我吓得赶紧捂住了嘴。柳进明拨开我散乱在耳边的碎发，未半寿宴，我连日劳累，身子本来就难受，我又想跟他求饶。爷，柳进明改了先前的温柔，另一手落在我的腰间，快要被他掐断。乔婉玲连连往这边看，好似察觉到了什么一般。果不其然，宴会结束，乔婉玲便将我喊了进屋，跪好了。她抬了下手，示意一旁的红渊，她上前来，一把扯过我的脖子，撕开衣领。大小姐，您看看，这件丫头身上果然留着印子。乔婉玲拍飞手边的茶杯，你个贱人，茶水滚烫，都落在了我的身上，明明很痛，我却不敢跳起来逃。乔婉玲抓住我的肩膀，将我扯到她面前，让你来试婚陪嫁，不是让你来发骚的。你居然敢背地里勾搭世子爷，你日日勾搭他，害得他连我的床都无心睡。今日不好好教训你，你都不知道天高地厚了。乔婉玲把责任都推到我身上，将我赶出房门，跪在了门外的院子了。正值天寒地冻，我衣衫被扯，冷风直往身体里灌，半夜落起雪来，血珠子很快落了我满头满脸。待到天明，我已经冻得全没了知觉。院门口有人推门进来，脚步由远至近，又要进门时，耳边传来声音，爷，是江蓉姑娘。脚步这才停了。柳进明回头看了我一眼，我未从他眼里瞧出什么来，与他平日里一般，是淡漠的。见他又回过了头，后头的小厮赶忙去掀了屋子里的帘子，顺着他一道进了屋。不一会儿，有下人端来了早膳。柳进明是来陪乔婉玲用早膳的。又隔了片刻，有人过来推我，大小姐让你进去伺候用膳。是乔婉玲的贴身丫头红渊。我一直跪着不动，一推便倒了下去，身上的血散了下来。别磨蹭，赶紧的。他拎住我的胳膊将我提起来，小声在我耳边警告，主子就是主子，你心里头要是敢藏着其他心思，看大小姐不打死你，到时候连你娘也要跟着一块陪葬。我何尝不明白这个道理，所以一再担心被乔婉玲发现，可也不敢违抗柳进明。都是主子，我都得罪不起，他图一时新鲜，我却有可能要赔上性命。屋子里很是暖和，我因为冻的时间长，好半晌都回不过神来，脚步都踩不稳。乔婉玲面色宽和，跟柳进明解释，这丫头昨日里偷懒，府上那么忙的时候，她倒不晓得跑去了哪里。我的丫头我得管着，不罚一罚，以后府上的人怕是都要说我偏心了。柳进明倚在椅子里，脑袋微垂，呼吸有些重，瞧上去身子有些发虚，可我明明看到他过来的时候还脚步轻快，他可是装的。府上的下人自然应当由你来管。柳进明声音也轻，吐气无力。乔婉玲听到这一句，脸上笑容更多了些，眼睛轻飘飘至我身上划过，带着不屑。他是故意说给我听的，好让我这个下人知道自己的身份，别以为做了陪嫁丫头，上了姑爷的床，脑子里就生些非分之想来。我低下了头，心里头不知道是什么滋味。乔婉玲突然喊我，江蓉，你来伺候世子爷用早膳。我磨磨蹭蹭挪过去，手指被冻僵了，红的根本用不上力气。乔婉玲在一旁盯着，柳进明眉眼都没抬一下，我拿不住碗筷，直接落了地。红渊过来便是一个巴掌落在我脸上，这点小事都做不好，惊了世子爷和夫人。柳进明一动未动，一句话都没有说，还不快捡起来。我跪下去，颤着手剪碎了一地的瓷片，力道控制不好，指尖被划出血来，血落在白色的瓷片上。柳进明好似呼吸沉了片刻，我正要伸手去捡另外一片，外头有人进来传话，世子爷，杨二爷来了。柳进明脸色立时变了变，他站起身，抬手由身旁的小厮扶着，正要往外走，半道忽又停下。夫人，我们柳家与杨家是世交，你我新婚，你理应一起见一见。乔婉玲听后喜上眉梢，立时站起了身跟了上去。可我却觉得柳进明的神色有些不对劲，待得众人离去，我一个人回房收拾，才换好了衣服，红渊便来叫门。红渊直接推门进来，面色隐晦，江蓉，夫人喊你过去。见我不动，他过来推搡我，快走吧，不是很能发骚吗？夫人给你机会，这是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我一路被红渊拽着到了前头大厅，一边往里头，一边听到里头的交谈声。乔婉玲道，小王爷抬举了，婉玲一介女流，怎敢刻一下小王爷的面子呢？您府上尊贵，婉玲不好随意踏足。若是小王爷真喜欢世子爷的人，我这里倒是有个丫头，生得好看，
小王爷见了必定喜欢。杨家的这位小王爷我听说过，打小桀骜不驯，嚣张跋扈。柳继明所谓的世交不过是表面，事实上柳家逐渐没落，而杨家风头依旧。终日里都是这位杨家小王爷杨始宗打压世子爷的情况。杨始宗道：“还真被你说对了，本王就是喜欢跟你们柳家抢人玩。”他半点都不遮掩。洪渊拽着我进去，乔婉玲还没开口，杨始宗看到我后眼神变直了，他过来抬我下巴：“这般漂亮的人儿留给你个不中用的，果然是浪费了。”他回头看向柳继明：“柳继明，你自己说是不是？美人在旁却用不得，看在多年好友的份上，本王来帮帮你。”话落，他弯下腰来，唇角凑近，深深在我耳畔间吸了一口。我想要退，却被他牢牢抓着。我想跟乔婉玲求情，可他却先一步开口：“江蓉，既然小王爷喜欢你，那你便随他去吧，也算是为世子爷尽了一份心。他要把我送给杨小王爷，我早已经是他的陪嫁丫头，已经是柳继明的人了。如此一送，又成了杨小王爷的玩物了，更是低贱到见不得人了。我不想去。夫人，奴婢是您的陪嫁丫头，怎好再去伺候小王爷？闭嘴，这里有你说话的地方。”乔婉玲呵斥我，眸子若有似无瞟向了柳继明，我也只能朝着柳继明瞧去，想要让他发发善心，开口留下我。可柳继明靠坐在椅子上，脸色阴沉，一直到我被小王爷拉走都没有开口阻拦。我终究不过是他泄欲的工具。杨始宗是出了名的会玩，他的后院和外院养了不少人，春楼里带回来的，门客家抢回来的，甚至是臣妻都不占少数。他带我回来后便将我绑在了床头，陪嫁丫头，柳继明一看就没让你爽过，跟了本王，算你福气。你家那个大小姐不知福，回头我放你回去，你去跟他说道，说不定他也得求着本王睡。本王今天就让你爽个够。杨始宗双手拉住我的衣领，一用力便撕开了我的衣衫，胸口大片白色暴露在空气中，他眼底的欲望更盛了。丫鬟里也有你这般姿色，本王倒还真是没有玩过。我被他绑着，根本动不了，只得想办法逃。王爷，您把奴婢松开，这样奴婢不好伺候您。他一手揉捏着，一手将我一条手腕解开，真软呢，宝贝，也快来帮帮本王。杨始宗刚解开我，便急着褪去了自己的衣衫，随后附了上来，被他压着，我依旧动弹不得，屈辱从心头直往外冒。可是为了娘亲和自己，我还得活下去。宝贝，你这手怎么这么软？我却心不在焉，想着倒不如世子爷的。可是柳继明不要我了，我着实也不该再想着他，我这心里头莫名堵着气。杨始宗急得很，我瞧着房间里的情况，想要找趁手的物件，我还没找到，他脸色立马冷了。小贱人，还是个二手货。话落，他抬手便重重给了我一个巴掌，我翻滚在地，裹好自己，一个劲儿往后退。你别告诉老子是柳继明那个半死不活的干的。他走过来，还嫌打得不够，重重在我身上踢了一脚。我拽住一旁的烛火架子，正想动作，外头突然传来急切的敲门声。小王爷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，您快赶紧去看看吧。杨始宗披了衣服开门，什么事赶紧说，老子现在火正旺，去喊娇娇过来，让他到轿子里去等着本王。小王爷，咱们的货出事了，被劫了。杨始宗二话不说，疾步出了门。我赶忙穿好衣服，点了屋里的蜡烛，用蜡烛燃了床铺。没一会儿，大火燃起，院子里乱成一片。我趁乱才逃了出来。柳家我是不敢回了，烧了杨府，我只能想办法逃走。临走之前，我打算回家看一下我娘。我娘当年将我卖进乔家，实在是没有其他办法了。她照顾不了我，就怕她突然走了，我一个人活不下去。卖进了乔家，至少还能有口吃的。可我没想到，乔婉玲竟然在家里等着我。我娘正被洪渊掐着脖子灌药，生了个下贱胚子，就活该等死。我冲过去，一把打翻了洪渊手里的药。你们做什么？乔婉玲挥了挥手里的帕子，用帕子捂住口鼻。你还敢回来？这副模样，怕不是被小王爷赶出来了吧？也罢，留你也没用。他站起身往外走。洪渊，找个人牙子过来，将他发卖了。我顾不得其他，去看我娘的情况。蓉儿，你是不是在府上得罪大小姐了？可是出什么事了？我娘比我还急，半个身子扑着要起来。娘，我没事，你有没有事？她摇头，大小姐就是拿我撒气，没事的，我受得住的。可我着实替我娘委屈。洪渊没一会儿便带了人过来，是个5大3粗的屠夫，人憨得很。洪渊依旧口气高傲，得罪了大小姐，准没你好下场。往后啊，大小姐叫你跟着这个傻子卖猪肉去。哈哈哈哈，他话都没说完，就大笑起来，重复着跟着个傻子卖猪肉，笑死人了。那人确实有些傻，听得洪渊说我以后是他的人，便拉着我就走。沿途不少人看着，指指点点，他下手没有轻重。我挣扎着，你别拉，我自己会走。他就盯着我嘿嘿嘿的笑。小娘子，
你生得真俊俏。我低下头不言语，他还特意找人张罗布置屋子，屋子简陋，贴了喜字倒也有几分喜庆。他看着喜字发笑，又转身看我，江蓉，娘子。我站在一边沉了一口气，道，那以后你杀猪我卖肉，我们好好过日子。可我的话刚落下，外头便传来熟悉的声音，江蓉，你要跟谁好好过日子？我一惊，跑出去，竟然是柳进明。他站在外头的院子里，手中的剑杵在地上微微晃动时，我竟还瞧清了他袖口间的血渍。他杀了人，我下意识往后退，他上前来躲我。我回道，世子爷尊贵，想如何便如何，奴婢只是奴婢而已。他再上前一步，这是生我的气了，奴婢不敢。他负手提剑，倒有几分悠闲，也亲自来了也不行。我心头稍稍诧异，世子爷请回吧，奴婢的卖身契在大小姐手中，如今已不是她的陪嫁丫头了。他轻挑眉，低声冷冷加了句，他算什么东西？声音轻到我险些听不清。随后他折身随我回去，我站着没动，他回身等我，见我依旧不动，竟过来弯腰一把将我抱起。不听话得罚。听到他如此说，我顿时有些紧张。他将我放上马车，我想逃，他已经上来堵了出口，我无处可逃。马车动起来，我身体摇晃，直接跌坐下来。柳进明端坐着，眸光扫向我时，眼里暗藏了汹涌。下一秒，他提剑将我的衣服一件一件拨开，寒光闪烁，我吓得全身僵硬，冷气袭来，我发抖起来。外头街道上嘈杂一片，连步翻动，随时可被人瞧见。听闻那杨小王爷死了，就在城外的山道上，说是被土匪劫杀了，还被抢了货。真的假的？他为非作歹，简直死有余辜啊！外头的议论声传进耳，我震惊不已。杨始宗死了。我猛地看向柳进明手中的剑，爷，您杀了小王爷？柳进明不以为意，抛了剑过来拦我。该消气了吧？凑近了，他身上的血腥味也更重了。他哪是什么重病缠身之人，明明都是装。爷，您为何如此？他消想了他不该消想的东西。柳进明不会是在说我吧？别出神。他提醒我，抱起我，将我放到了他的腿上。不想爷，还想别人，还想和别人过日子。蓉儿，你胆子颇大了些。他一边说着，眼底更沉了几分。我攀在他的肩头，不敢再说话。夜晚的气温湿热裹着寒意。马车停下后，他裹紧我抱下车，我只得跟他求饶，爷，求您饶了奴婢吧，奴婢以后再也不敢了。他将我放下，说了要罚，怎能轻易饶了你？别怕，乖乖。可最后我还是连眼睛都哭肿了。得知我又被柳进明带了回来，乔婉玲坐不住，亲自带着红渊来柳进明这里抓我。我一夜未睡，半梦半醒的状态下被红渊从床上拽了下来。日上三竿了，你个骚蹄子还在睡呢，起来。他拽起我，让我跪在乔婉玲面前。跪好了。乔婉玲示意红渊把桌上的东西打开，锦盒里一排的细银针。乔婉玲道，既然也喜欢这张脸，我也不好做得太明显。红渊，你就往他身上扎。他观摩自己的指甲，好生悠哉，细针子进去是不见血的，也不留痕迹的。红渊拿起其中一根，晃在我眼前，眼见就要刺进我的背脊。门口传来柳进明微怒的声音，这是打算造反。乔婉玲见到柳进明，倒也收敛了几分。红渊匆忙收了手里的银针。柳进明走向我，用衣衫先一步裹住我，随后到了案前。他这人话不多，可是我瞧得出来，他心里头绝非软弱之人。他善伪装，也很辣。杨始宗便是例子。片刻之后，柳进明拿起手中的信封递给乔婉玲，休书拿好了。乔婉玲一脸诧异，世子也要休了我？为了个丫鬟你要休了我？你如此善妒又歹毒，柳家容不得。乔婉玲气愤不已，柳进明，你真是疯了！当初要下聘的人是你，如今要休我的也是你。我告诉你，我乔家也不是随便能让人欺负的，这委屈我早就受够了。乔婉玲愤怒离开，走时还不忘恶狠狠瞪了我一眼，仿佛在警告我。可我实在不知道柳进明竟然会休了他。乔婉玲走的时候撂下狠话，果然没多久刘府便出了事。乔家为了报复，在朝堂上揭发杨始宗为柳进明所杀的事情。当今陛下正愁找不到理由对付柳家，柳家危机迫在眉睫，人人都传柳家要完了，就连府上的下人都蠢蠢欲动，想要早些逃走，免得被株连。我推门进去的时候，柳进明正好刚会完课。最近夜里他总是很晚才睡，进进出出不少陌生人，像是在谋划什么大事。爷，奴婢给您煮了安神茶，您该歇一歇了。柳进明正站在案前看信件，瞧见我便勾了唇角。他们都想着要逃，你不逃也给你机会，放你走。我将手中的碗放下，奴婢既是您的人，以后便是您的鬼，也在哪儿奴婢便在哪儿。
他眼睛里倒映烛火的明亮，伸手扣住我的后脑，揉了揉。乖。没过2日，陛下果然下旨，要捉拿柳家一众人。亲卫军将柳府围了个水泄不通，柳府上下一片混乱，而柳敬明始终未有动作。大难临头也依旧不急不躁，我早做好了赴死的决心，却没想到等来太子为公的消息。这些年，太子虽为太子，因为生母早逝，一直被继皇后的孩子三皇子打压。坊间传闻太子生母是继皇后所杀，但是从未证实。而皇帝耳濡目染，也从来不喜欢这个太子。朝廷早有传闻说陛下有意要废了太子心力，没想到一直默默无闻的太子竟然会谋反。这个关头，谁还管得了柳家的事？待得亲卫军一退，柳敬明竟然换了衣衫，手持柳家抢出了门。我这才知道他是太子党，这些天夜里进出的也都是太子的人。他带着柳家军要为太子争权，而乔家一直都是拥立三皇子的，他们从来都不是一路人。柳敬明是故意迎娶乔婉玲，牵制乔家的同时，还想打探三皇子那边的消息。他一直都不过是在利用乔家的势力。宫墙里火光冲天，一直燃到天明都没有灭。我枯坐了一夜，怕等到消息，又怕等不到消息，一直到第3日，皇宫方向才停了声。我等了3日，提心吊胆下，终于等回了柳敬明。他一身的风尘，锦袍上不少被烧破的痕迹，面庞之上都落了不少灰。我帮他洗澡，瞧见他脖肩不少的血痕，眼泪便不争气滑了下来。他抬手用力，一下子将我拉到了浴盆里，水波荡漾。我在他怀里哭得越发大声，他便哄着不哭了，叫爷心疼。他将我推到桶边，我的哭声也变成了呜咽声。浴桶里的水很快转了冷，好在浴室里暖和。他抱着我出来，乖乖，全文完结。